长城炮家族又出新车了，叫做金刚炮。这车的定位其实是要比普通的炮更低的，因为普通的长城炮它其实是一个算是中国品牌一个比较高端豪华的皮卡这么一个定位，但是这个车它的定位会要更低一些，比长城炮更便宜。它主要面对的是这些创业的新青年，因为比如说你在大城市混不下去，给老爸打电话，喂爸，我混不下去了，我回老家，我创业，我做生意。这个就是主要面对这帮人了。现在可能有点看不清楚车头，可以给个分镜看一眼。就是这个车可能是因为叫做金刚炮的原因，所以它的整个前脸会比普通的炮更硬一些。因为普通炮一个小的眼睛比较大的中网可能会显得比较温柔，但这个车灯有点坦克500的感觉，整个中网镀铬装饰也会更多，看起来会比那个显得更硬派那么一点点。但主要咱们说车里啊，咱们进车里看一眼，没开门。哇，居然没开门，那我只能隔着玻璃看一眼了。其实能看到它跟炮的风格还是挺明显的，因为它用的是这种双色的内饰，而且底下是这种浅色的比较多，证明它不会像炮面对的那么粗犷看活的那种感觉。两个屏幕也是全液晶仪表盘，然后中控也是一个独立的大屏幕，两个屏幕看起来还是比较时尚的，但是配置不会比炮更高。尤其你看中控台没有那么多密密麻麻的按键，包括整个挡把附近，这是一手动挡。目前已知动力是2款 2.0T 的汽油和 2.0T 柴油，那有手动肯定也会自动挡。那目前自动挡配什么变速箱还不知道，因为这个车挺神秘的搞的，这个信息呢一点一点的才释放出来。重点是你从哪看出来它比炮的定位要更低？其实是2点，第一个就是这个轮圈尺寸明显比炮要更小的，因为更小的轮圈代表它的成本会更低嘛。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货箱里面，在这个金刚炮上面是没有喷这个货箱宝的，但是在普通的炮上面是给你满满的喷了一层的，所以我觉得也是从这些地方来尽量去压低它的售价，然后做出这些定位上的区分。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在大城市混不下去的同学们，你们要不要考虑回家创业的时候买这么一台车呢？即便你不是用来去拉那些进的货、装修的材料，你去拿它，比如说周末出去玩的时候拉一下你的这摩托，或者是放一些你的这种遥控的一些玩具，是不是也是可以考虑的 ？OK， 就这样吧，记得大家一键3连，谢谢。